意大利的倒数第2天。说，明天我们就要搭飞机回美国了。Anyway， 我们今天原本是要去科摩湖 Lake Como， 但是后来决定不去，是因为昨天冷到爆炸。然后我看今天天气比昨天更冷，天气又比较糟，完全没有太阳。早差不多12点1点就开始下雨。现在我们就在米兰市区晃晃。我们就决定在米兰啦。大家都说在米兰你只需要待1天2天，因为米兰没什么好逛。我后来发现没有啊。米兰好像能逛的东西蛮多的哦，那我们带你去逛米兰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走回米兰中央车站了。我们要先到运河那边，听说运河很漂亮，所以要去走一下。然后旁边有很多商家跟餐馆。那运河，然后我们要回到米兰大教堂这边，我们要去看那个，旁边还有几个很有名的点。还有海古教堂，我其实蛮期待的。然后最后面我们应该会去这个米兰的 Chinatown， 似乎蛮有名的。We don't know. Let's go take a look. 我们下了火车以后到了运河啦。那运河这边你可以搭 hop on hop off 的 bus 也可以到，搭轻轨也可以到。米兰的市区有一条很有名的运河。运河刚开始的建造是为了方便运输，据说米兰大教堂的大理石都是借由运河而运送过来的。到了现在，运输的功能跟需求都减少了，人们喜欢来运河附近逛逛街、喝酒、吃东西。在这边出现了很多仓库类型的文青集市，还有最具代表性的古董市集。每个月最后一个周末的早上，运河区就会变成古董迷挖宝的好去处。河岸的两边都会摆满长长的市集，都是不同类型的古董，有家具、瓷具、物件，你能想到的应有尽有。很多人会来这里挖宝。有机会在米兰遇上当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的朋友，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古董市集哦。这个旧市集，它旁边也有自己手工做的东西耶。那它不一定只是旧物，有些不是，有些是，好像都不太一样。这还有好像又要的，放小。它里面有黄吗？啊，它就是这个小盒子。这种有盒子的看起来比较真实性一点，这蛮酷的哈。在意大利的各大城市有很多古着店，我们去了罗马、佛罗伦斯，都有逛一些当地的古着店。我觉得米兰的古着店算是特别有特色的一个地方。这个古着店还不错，我还蛮喜欢的这家店，品质很好，然后衣服都有好好的整理过。这边好多古着店啊，还不错的运河区，你们可以来慢慢看看，慢慢逛。我刚刚逛了这间店，这间店还有凯利包呢。它凯利包色泽还不错，深咖啡色，保持的蛮好的，大概4000多。你看，全部都是二手店。OK， 这间逛完了，男生的东西很多哎。我们看到一件那个机车外套还不错，是欧洲牌子吧？保养的还 OK。我觉得古着店就是你要找到你，说不定你就碰上你喜欢的 ，You never know。我们又到一间古着店啦，这间古着店价格就便宜很多了，东西很多哎。开始逛街，我只能说，好多人喜欢逛古着店，但古着店真的是对我而言有点困难呐。我刚刚逛的这间 Human 这间啊，它的价位比较低，那东西就没有那么好，你可以看得出来有差别。价位高一点的二手店，东西是真的好很多，而且是有牌子的。1分钱1分货嘛，是不是？羊毛是怎样不会出在牛身上的？我们到圣安博罗学生店，它应该是免费的，很古哦。哟，这个地方很不错哦。没有，不是被修复过的。哟，这个地方真的很不错哦。那奇怪，这个地方怎么没有出名？很漂亮耶。
我们在斯福尔扎古堡，这个古堡呢还蛮大的。他说老实话，离米兰大教堂并没有很远，所以你们如果逛完米兰大教堂也是可以来的。所以以前的米兰长这样，你看最中间这边是 Duomo， 就是那个大教堂 ，right？ 然后这边我们现在位置我们在这边。在这个上方，然后它当时啊，以前啊都是有所谓的城墙，像围一圈一圈一圈，然后最外面再一圈，很像进击的巨人。对，然后中间都是住比较喝雅郎，喝雅郎，然后越外围都是比较越普通的农民，农民啊，你看被吃掉的那些人，很明显农民，然后羊啊、牧啊干嘛的，然后这些都是军事城墙。还蛮酷的啊！斯福尔扎城堡是14世纪时由斯福尔扎伯爵作为城堡而建，曾在二世时期的时候被炸毁，后来重建成现在的样子。城堡后面连接着一处公园，走到尽头就是和平之门。这一带游客相对比较少，很安静，环境也很漂亮，非常推荐哦。现在属于意大利政府当作博物馆来使用，里面有6个不同的展览馆。有家具、瓷器、艺术品和乐器的展览。如果不想买票进展厅，也可以来城堡走走拍照，这都是免费的哦。刚刚吓死我了，有一个黑人，他要往我手上绑那个绳子，我立马闪人走开，超可怕的！哇，他们真的是瞬间靠你靠得很近哎。啊？刚才那个旁边又有2个。应该也是意大利还哪里的，反正2个就男女的都被绑了2个。碰到手环党最好的方式就是不理他，离开。我们在最阴冷的天到了最阴冷的教堂——海谷教堂。里面全是人骨。好，我们去看看。听说排了一整面墙，提了大包小包，就为了来这个教堂。在这里哈，我们走进去了。哎呀，两边都是天使。天使保佑，天使保佑！光鲜亮丽的米兰也拥有不为人知的黑暗面。今天我们要来一处诡异又充满故事的教堂，它就是米兰圣贝纳迪诺的海谷教堂，也称为米兰的人骨教堂。位于米兰大教堂的附近，从米兰大教堂步行最多只要10分钟就可以抵达了。我们现在在这座教堂的主堂，里面有很多祭坛跟不同的壁画，还有他们做礼拜的地方。但是后来发现人骨教堂并不在它的主教堂里面，所以我们参观了一下下就出来了。这个我们刚从海谷教堂的大教堂出来了，那海谷教堂应该是在它的右侧、左侧。你如果面对教堂，在它的左侧；如果是从教堂出来，在它的右侧。这边有个小侧堂，这边从这边进去就知道了。哇，看起来好像自己开门。这座呈八角形的教堂分布着一个巴洛克风格的祭坛和2个耳堂。从祭坛的右侧的小门进入，会走过一小段阴暗的通道，便是人骨教堂啦。其实如果没有留意网上的攻略，或者事先没有 Google 的情况下，很多人会错过这个地方，因为它的位置非常的隐秘。其实在走进去的时候，我心里是很毛的，因为这里的走道非常的阴暗，看看墙上的挂饰，还有这一排红色的蜡烛，我还没看到海谷教堂，我就觉得好可怕。那这里面，这有点厉害。你看那边最上面的钟都是骨头，装饰都是骨头。这真的是用人骨来。对啊。他们说这个骨头放在这边，是他们表示能够越接近天堂。没有，他们人走之后，自己本身还是可以接受到上天的恩泽。就因为放在教会，
所以你看，很多教会他们的那个尸骨都会放在教会里面，不可怕，因为为了要更靠近天堂。你看它上面的图画就是天堂，它上面的图的确就是天堂，有很多天使在上面。OK， 感想。我觉得很神圣的，我觉得完全没有任何恐怖的那种感觉。就是我可能也是因为里面人很多，里面人很多，然后还有打灯啦，所以因为人很多有打灯，所以你就不会有那么可怕的感觉。但是那些骨头是真多，他会把头骨排成十字架，然后把人的你知道手骨啊，任何部位的骨头就是分批摆好。他那个教堂啊，他们会把骨头放在里面，不是为了要吓人，也不可怕，它也不是什么阴灵教会之类的。简单来讲，他们是为了要更靠近天堂。他们认为教会是最靠近天堂的地方，所以他们才要把尸骨都放在教会里面。像什么教宗啊，我们在罗马看什么皇帝啊、女皇啊，都会把他们的尸骨放进那个教会里面。我今天有看到那个路易二世的那个哦，对，路易二世，对。所以说，他们觉得抗拒教会等于是他们到了天堂之后，还会受到天主的祝福。对。所以他们把这些放在不是一个什么恐怖的事情。对，并不是为了要让我们这些后代觉得很害怕，而是对他们而言，这是他们的信仰，是他们的 ，That's their beliefs。OK， 那我们就尊重。好不好？你们如果愿意来，我说老实话，我觉得这个教会不错，而且它就在米兰大教堂附近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没来。我跟你们说，很好，你们一定要来，好不好？重点是它的大教堂啊，重点是它的大教堂很大里面东西很多，然后它的小教堂那个拱啊，那个arch， 它的穹顶也很美耶。我说老实话，意大利每一个教堂都好有历史。虽然你们可能觉得我们一直在拍教堂好像很无聊，但来意大利嘛，你能不拍教堂吗？一定要的嘛，对不对？而且我觉得很厉害是意大利每一个地方的壁画都很特别，就是他们不是重复的壁画，就是每一个都有自己特殊之处，我觉得很棒。就是你可以到每个教堂看它里面不同的壁画。它不是 copy paste，right？没错，它完全，它每一个画家画风啊、角度啊、人啊，它可能主题一样。right， 可能就是什么圣母报纸啊，或者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，或者是阿布拉扎基的，你知道，有时候有些教宗，但是每一个画家画法、人物、颜色，所有一切都不一样，所以我个人觉得还不错。I think it's really cool。我觉得哇，怎么大家都这么厉害，可以画在墙壁上，我也画一个。好，走，我们两个亚洲胃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在米兰最后一天，意大利行最后一天，我们一定去吃 Chinatown 的食物。哎呀，米兰有中国城，为什么不去？对不对？没错。我们决定要去吃 Chinatown。我已经受不了意大利面了。我好想念我的筷子。受不了意大利的炖菜、炖饭了。Tony 这么爱吃 risotto 的人，他已经受不了意大利的 risotto 了。都好硬啊！我们昨天吃的米其林推荐给你的米其林哦，还是一样很哇，不知道怎么讲。就是它硬归硬，可是它有熟，重点是它熟了。对，但是你很像吃没熟的东西，但它熟了。错，但是我觉得它好硬。我们已经2天没吃白饭白面了。对，已经2个礼拜了，好吗？哦，很可怕，我们赶快去吃。我需要吃点亚洲的东西，温暖一下我的胃。我们每次看别人的 YouTube 都说，为什么他们要去吃？为什么要浪费时间？为什么浪费我可以理解，我也要去浪费时间。我也是2个礼拜没拿筷子，我好难过。真的，我的那个面真的是我觉得我可能吃泡面，我可能还喜欢一点。米兰大教堂的左边就是他们的王宫——米兰王宫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们没有要进去，我们已经没时间了。谁说米兰一天就可以逛完的？听他在开玩笑。现在已经变成冬令时间了，所以他们天空暗的比较快啊，但没关系。我跟你说，夜景也是一番风味啊。对啊，你看二世回廊那边。很漂亮哎，二世回廊那边很美啊，更别提米兰大教堂了，对不对？看一下米兰大教堂
正前面，跟金色的一样，它好像闪着金光，真漂亮。我们的意大利之旅就这样结束啦。好，我们下次见。再见。好，拜拜。